iQOO 12 Pro， 今天就来看看这台手机的真实表现怎么样。iQOO 12 Pro 呢，作为一台主打性能的手机，但是这次它的影像方面的配置也是非常厉害的。比如说它的主摄啊，它的感光器呢用的是当下一颗比较火的感光器，但是在其他厂家那儿呢，这台感光器叫4个字的中文名字，但是在 iQOO 这儿呢，它是有真实的型号名称的。那我觉得这点呢还是比较尊重供应商的啊。当然了，我们的测试肯定不只是主摄啊，注意看下方的进度条，我们的测试环节还是非常丰富的啊。虽然说我们提前拿到了这台手机，但是您看到的就是它的真实表现，而且我们也可以说任何我们想说的话。那正式测试前呢，还是鼓励摄影环节，我会用这台手机去瞎拍些照片，时间太紧了啊，当然我也拍得不太好，主要是为了吸引您也能参与到摄影中来。那前面的照片就是这台手机所拍摄的，但是啊，是台手机就能拍，您的手机也能拍，关键是要参与到摄影中来。那么欢迎收看 ZPH， 记得点赞加关注支持我们，因为这样对我们的独立发展非常有帮助。那下面就来好好看看这台手机在影像方面的表现吧。iQOO 12 Pro 后摄3颗镜头，主摄超广角3倍的长焦。那这3颗镜头呢都是定焦镜头啊，没有光学变焦，没有光变。拍摄界面中有5个焦段切换按钮，2倍呢是主摄的数码变焦，10倍呢是3倍的数码变焦。你还别说，这变焦的动画还挺流畅。那下面就来好好聊聊这台手机在影像方面的表现了啊，还是先从主摄开始聊起。参数都列这儿了，就不一一念了。这台主摄所采用的感光器啊，是马上或者说当下就非常火的一颗主摄感光器。从实拍样片上看，颜色非常的好看啊，现场呢就是这么的艳丽。那中心解析力呢，从光学上说呢是没有问题的，但是锐化呢还是可以看出来的。镜组的光学质量，也就是边角画质把控方面呢，稍微有一些下降，但是下降的范围跟程度都不多。最好的是它没有任何的色散和紫边。那紫边大家都了解啊，你们知道什么叫色散吗？就好像一道白光穿过3棱镜之后变成彩虹了，就会把红黄蓝、红绿蓝给分开。那么这种情况呢，多会出现在高光和树叶还有树干之间。那么这台主摄的镜组光学质量在这方面还是不错的。再看一张主摄的样片，这块颜色雅致多了吧？因为环境变雅致了嘛。那中心解析力啊，从光学上说解析力还是挺高的，但是锐化呢还有噪点还是能看出来的。边角画质把控呢，就是镜组的光学质量依旧也还算上乘啊，下降的范围不多，没有色散，没有紫边。主摄是有5000万像素高清模式的，那么跟默认模式比呢，解析力是有提升的，而且锐化柔和了很多。再说超广角镜头，参数都列这儿了，咱就不一一念了，直接看实拍样片。现在是主摄跟超广角的样片放在一起对比啊，可以看到除了视角的差距以外呢，它们的颜色也就是色调方面的差距是很小的，而且色彩很润啊，颜色我很喜欢。那中心解析力我觉得不错啊，而且没有什么锐化。边角画质呢是有下降的，但是下降的我认为还可以。跟主摄一样好的地方就是色散和紫边控制得很好。再看一张超广角的样片，色彩呢挺雅致的，中心解析力没有问题。那镜组的光学质量这回看另一边啊，还是能看出下降的，但是依旧紫边跟色散控制得挺好。超广角也是有5000万像素高清模式的，那跟普通模式比呢，解析力的提升还是非常明显的。那这点我估计跟大家
了解到以往的 GN1 感光器不一样啊，不是感光器不行，看来是镜组的光学质量行啊，它就行。一般的手机拍摄微距呢都是超广角最好，但是 iQOO 12 Pro 呢用上了很多人都喜欢的长焦微距。从实拍效果上看呢，放大比不错啊，颜色很好，就是色准不错。那最让我喜欢的是微距的背景虚化效果。这台手机拍摄微距的时候，还专门真有一个调节背景虚化的功能啊，但是我给它关了，目的就是为了看看这颗长焦头自己的本事。那么从实拍效果上看呢，还真是不错。再说长焦镜头，参数都列这儿了，等效焦段是70毫米，其实可以算是中长焦镜头啊。对比样片呢，还是先从2倍焦段开始看吧。2倍呢是主摄的数码变焦，但是在拍摄远方的时候呢，这2倍的数码变焦啊，还就是比主摄强。那现在就是主摄跟3倍镜头的对比了，3倍啊就是光学镜头了。那在拍摄远方时候，这个解析力的差距可就非常大了。3倍镜头是有6400万像素高清模式的，那么跟普通模式比呢，在细节呈现上确实更丰富一些啊，在很多小的地方的细节呈现上确实比默认模式要丰富，但是噪点呢也稍微多了一点。这还没完，这颗3倍镜头最厉害的是10倍数码变焦，跟3倍默认模式比，那解析力的提升是相当夸张的。那我估计有人会说了，那10倍数码变焦呢，肯定是3倍6400万像素高清模式拍完再裁切的啦。但是啊，它的10倍数码变焦可是比3倍高清模式的解析力还要高的啊！是不是又有人该提锐化俩字了？我告诉你啊，锐化是不能平添细节的。仔细看两边的对比图，10倍数码变焦的细节就是实实在在的多，这跟锐化没关系。再说前摄啊，先看前摄自拍，用的就是默认设置，没有调人像模式。那鉴于 iQOO 跟 vivo 的关系啊，这个前摄的拍摄效果，我估计没有人会担心吧。我估计也就是看看它有没有翻车而已。那从实拍效果上看呢，没有翻车，人物肤色呀、背景颜色呀、衣服的颜色呀都非常好。再说前摄录像啊，用的也是默认设置，没有调其他的参数，清晰度是不错的，颜色也不错，就是防抖呢还需要再加强一下啊，希望后期软件升级跟进一下。人像拍摄用的也是手机人像模式的默认设置，没有调其他的参数，还是介于 iQOO 跟 vivo 这层关系呢。那么 iQOO 手机的人像效果也是不用担心的，我还特意挑了2个场景去拍摄啊，一组是阳光直射，一组是在阴影里。那无论是人物肤色、衣服的颜色，还是背景颜色、背景虚化的效果，都是目前手机里很高的水平啊，放心拍就行了。扩张度的测试，场景难度是一个比一个难的。那先看难度低的场景，无论是主摄还是超广角，暗部细节和亮部细节呈现呢都很到位。那暗部细节不说了啊，亮部细节主要看的是树枝与高光天空的分界部分。再来一个场景，暗部细节呈现是相当充分的啊，外面非常的亮，但是也没有过曝，亮部细节也挺充分。这个场景就开始上难度了，暗部的树枝细节呈现还是很好的，亮部就是树枝还有树叶与天空的分界做的都很好。这个场景就非常的难了，能有这个效果一开始我是没有想到的。首先就是主摄跟超广角的暗部细节呈现很充分，而且没有发虚，亮部细节依旧很优秀。难度再给它增加点，像这种场景呢，从亮部到暗部，亮度的级别跨了好几个等级，但是主摄的表现亮部细节不错，暗部细节依旧还能显示充分啊，这点真的不错。那相比之下，超广角的暗部细节呈现呢，就稍微有些费劲了。那最后一个极度变态的场景，主摄的表现依旧还是很优秀的，超广角呢终于跟不上劲了。夜景测试，先看第一个经典场景，有强光有阴影，主摄跟超广角的表现都没问题，细节呈现充分。那这里要说一下啊，这台手机是不能关闭自动夜景的，好在自动夜景的成像时间呢都不长，就算在最暗的地方呢，等待时间也就是1到2秒，但我还是希望厂家能给一个关闭自动夜景的选项啊。那这样呢，对于有孩子有宠物的朋友，在暗光下拍摄孩子跟宠物的时候呢，会更友好啊，选择性会更多。再看下一个场景，难度提升了很多，主摄跟超广角的表现都不用担心，表现都很好，那毕竟有自动夜景加持嘛。现在是2倍跟3倍的表现，当时的天气很糟糕啊，雾气非常大，但是亮部跟暗部的细节2倍跟3倍的展现都没有问题，但是3倍的高光部分呢，稍微有些竖向条纹。哦对，要提一下啊，2倍数码变焦呢是用主摄拍的，3倍呢就是用3倍镜头直接拍的，颜色的统一性还是不错的。这个场景看过前面几期的朋友都知道，有的手机就算开了夜景模式都是翻车的啊，都搞不定。那么 iQOO 在这个场景下，无论是主摄还是超广角表现都非常好。
这个场景就有些极限了啊。亮部细节，主摄跟超广角表现都不错啊，亮部的小字儿都看得很清楚。那么暗部细节呢，主摄没问题，超广角呢展现就有些吃力了。昏暗的城市道路上，主摄跟超广角的表现真的是相当给力啊！不过也是有自动夜景加持嘛，好在自动夜景的成像时间还是挺快。从祖传神树场景开始呢，就要打开夜景模式了，咱们看看厂家的软硬件配合怎么样。主摄的表现呢肯定没问题啊，超广角呢也还可以。健身器场景是非常暗的，主摄的表现相当优秀啊，放大看细节，可以说这个水平是相当的高了。树林小路的场景也是如此，主摄的表现是非常抢眼的。放大看的话，那看过之前几期节目的朋友都可以看出来，这个应该是最近2个月新出的手机里表现最好的了。没错，我们的节目就是可以跨视频横比所有的手机。最后一个变态暗的场景，祖传神树 Pro， 主摄的表现真的是非常抢眼啊！放大看的话，连暗部细节都给拍出来了。视频录制用的就是手机的默认设置，也是最接近微信、抖音等社交软件录制的效果。现在是主摄的白天表现啊，颜色、清晰度、防抖都非常不错。现在是超广角的表现，颜色很好看啊，而且跟主摄的颜色是很统一的，这点不错。防抖跟清晰度也是很优秀的。现在是2倍的表现，2倍是主摄的数码变焦。当时山顶的风真的是非常大啊，可以看到防抖还是不错的。现在是3倍镜头的表现，当时光线已经非常暗了，风很大，我非常冷啊，应该是已经哆嗦起来了。但是3倍镜头的防抖还有清晰度都是很好的。现在是夜晚主摄的表现，这清晰度还是真是不错啊，防抖跟白天比呢稍微下降了一些，但是鬼影的控制非常好。超广角在这个场景就很难应付了，因为这个场景确实非常暗，也能反映出来刚才主摄的表现确实不错。现在是3倍镜头的表现，那夜晚呢到了很暗的地方，3倍就是用主摄数码变焦拍的了啊，这是系统决定的。清晰度呢稍微有些下降，但是暗部细节呈现还是很充分的，而且防抖不错。工业设计方面，我个人觉得这台手机的造型还是偏精致的，但是后摄的整体区域呢还是很大的，每个镜头的开孔呢也很大，看起来就张扬。那么有精致的细节，也有张扬的个性。这台手机大家觉得好看吗？欢迎说出你的看法啊！硬件配置上，最新的骁龙8 Gen 3 UFS 4.0 LPDDR5X 144赫兹的172K 屏，还有5100毫安时的电池。总之呢，一个很豪华的硬件配置都塞到这个手机里了。但是我们是聊影像的节目硬件呢这也不是我们的重点。那下面呢，我们就来直接总结一下这台手机在影像上的表现。主摄的表现很强劲，当然这点呢还是要到夜景才能看出威力。白天主摄的色彩很好，光学素质上等。超广角和主摄的色彩统一性很好光学素质也不错。长焦的表现很抢眼，3倍镜头数码变焦到10倍时解析力还是很惊人的。前摄自拍效果很好，前摄录像的防抖呢需要后期软件升级加强一下。人像拍摄的水平很高，这点不用担心。微距的表现也很好，而且微距背景虚化也很好看。宽容度的表现，无论是主摄还是超广角都很优秀尤其是主摄。夜景的表现很棒主摄的表现可以说是我们这2月以来测试的所有新机里边最好的了。录像方面，白天无论是主摄还是超广角还是长焦的表现呢，都是令人满意的。夜晚录像呢，主摄的表现一样是高水平的，而且鬼影的控制也很好。OK， 到结尾了，看完前面内容，希望可以在选择方面为您提供了帮助，也希望您能喜欢我们的节目。记得点赞加关注支持我们，因为这样对我们的独立发展非常有帮助哦。我们下期节目再见，拜拜。